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。那我现在来到了安徽的淮南。那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淮南这个地名啊，是因为一句话叫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。那后来长大知道这有个美食叫牛肉汤，就淮南牛肉汤，那特别的有名。那我身后这条河就是美丽的淮河，两岸呢非常的近，因为很狭长，所以说有些地方现在交通啊还需要坐轮渡。你看，那就是轮渡，上面有车有人。听说坐这个轮渡还挺便宜的，来到这儿咱要试一试。微信收口2元，不用嫖，不要嫖，来，好怀旧的这种嫖。渡河票2元，一个人1块。对面的是高黄镇的淮上村，1块钱啊就能体验轮渡，能坐船。这不要说在全国了，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今天啊，这天气挺热的，你看这汗。但是啊，当你在这个淮河之上坐上这个船，哎，船一开，小风一吹，你发现，哎，更热了。哎，你好，大爷，这儿有个打铁街在哪？啊？这有一个打铁街在哪？打铁的。啊，打铁街。打铁的在刚一路。哦，这边。往前走，往这边一拐。对。哦。还有我们就拐就到了。好嘞，好嘞。你有没打铁的干？我想去看看旅游的。哦、我不打铁。港口理发店。从码头上来呢，这片呢就是一个老区。那这个区呢属于田家庵啊。然后你看我身后这个理发店，然后再看这边这些建筑。就仿佛停留在80、90年代。这个田家庵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最早的时候，这儿其实没有啥人啊，有一个外地的，就是山东的姓田的这个夫妻啊，来到了这儿，然后搭了一个草庵子。就过往的这些人啊，来这儿可以歇歇脚，就喝点茶。后来呢，是人越聚越多，然后最后啊，让大家指就这个地方，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？咱就说，这就是老田家的庵子吧。啊，你去老田家的庵子，后来就叫田家庵。我身后这个楼呢，就是候船室，现在都废弃了。你看这写着。田家庵淮河港口候船室，哇，你看这门都成啥了？因为在淮河上呢，自古航运很发达，所以说这条街啊，就是专门卖船上的配件，各种这种铁链子、什么钩子啊、这些锚啊啥的。见都没见过，整条街非常的长，很多商户。
很多人都知道呢，淮南的牛肉汤很有名，但是呢，在当地啊还有一个美食叫做淮南土豆片，浇各种酱汁上去的，听说味道很不错。那我现在来到了淮南的潘集区，这儿呢有一家小店啊，不仅卖这个土豆片，还卖小肉串，也是招牌，咱去尝尝。就这个店啊，王家秘制肉串馆。排队，还没开始。几点钟能吃？现在就可以到我的前单了。啊，现在就可以了是吧？对，可以到我的。行行。这个肉串属于你们家？哎，对，主打的。主打的一个。这个板筋。还有板筋。哎，对。像这种牛筋呀，都是后期加的，今年卖的。哦，还有牛筋儿。哎，今年卖的也特别的火。卖的也特别的火。我们家的产品都挺火。牛筋儿。这个淀粉是用的什么淀粉呢？就是玉米淀粉。啊，玉米淀粉。哎。然后裹一点，然后嫩嫩的，然后一炸。哎，对对。哦，都是1块钱一串，2块钱一串。不，1块钱2串。哦，1块钱2串。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干了30多年了，都是从小这么大的都吃4代人了。哦，30多年了。啊。哎呦，真是老店了。对，然后就不好意思涨价。哎，对，你看我们包括我们家。这油看着也蛮好的啊，都是新鲜的油。不是。光亮光。哎，对。看这个菜单相当的专业啊，跟作业本似的，一张一张的。然后你想吃啥呢？就在这写，你看这印记，这10串10串，10块钱就是20串啊。板筋也是特色，10块钱20串。牛筋，还有肉皮、掌中宝、土豆片来1份，炸年糕来2串。这个口味呢是不辣、微辣、中辣、特辣，没有特辣，还有爆辣，所以说呢，咱就点个特辣就行了啊。好，那就点好了。刚一开门就这么多人，卖炸串卖到30多年老店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先尝这个招牌啊，抓一把这个肉串，有肉的，然后有牛蹄筋儿，然后还有板筋儿，哇，看着就好像加了孜然还有辣椒，哎呀，这一口下去，一口2串，这个肉炸得很嫩，可能跟它裹的这个姜有关系，哇，这辣椒也挺辣的。为啥嫩呢？就是它裹了这个姜以后，这个姜吃起来啊是那种软软的。再尝这个板筋儿，这个板筋儿啊看着特别有食欲，特别辣，这个辣椒啊确实很辣。板筋的口感很棒。看人家都加这个酱，我准备试试这个酱蘸这个肉串啥味儿。这个杯子，它这个是2个酱，一个不辣的，一个辣的，咱来点这辣的。你看这个酱是熬出来的，也加了淀粉，跟糊糊一样。再来一点儿。这个酱呢，就是淮南土豆片的这个特色。你看这个土豆片上淋的也是，一般店是分3种口味，一个是甜的，一个是咸的，一个是辣的。它这个呢就2口味，但是我尝了一下啊，它应该是把这个甜酱加进去了，吃起来也是甜辣味的，蘸进去味儿就不一样了，是孜然辣椒甜辣味儿。好吃好吃，啊，蘸这个酱也好吃。这个酱的口味呢不是特别的咸，我觉得刚好，
比较适中。一定要蘸这个大年糕，看这个年糕在里头咕扭咕扭这个感觉。哇！下来好几天了，不是有点来是下周的，对对的是19块钱。压轴的淮南土豆片，加了一些空心菜上去。这个土豆片炸的有特色，就稍微下锅炸一下就好了，就基本上是5成熟，吃起来要脆脆的。哇，这一拌啊太有感觉了。这个土豆片呢切的也很薄，看一下这个土豆片的颜值。怪不得这淮南土豆片有名啊！吃了这么多，还是土豆片最好吃。裹了很多酱，不仅酱好吃，最主要是这个口感，还有土豆本身的香味儿。看着很简单一个东西啊，就一炸，然后加点酱，确实是好吃。来到淮南，那最有名的美食呢，应该就是淮南牛肉汤了。那喝牛肉汤呢，讲究喝头汤，为啥呢？一头汤第一锅最浓最好喝，还有呢就是喝头汤就是牛逼，不是，就是因为好喝。咱今天来到这个叫望风港路小薛牛肉汤，他家也是个老店，就是个苍蝇小馆。现在啊是1点多，后半夜1点多，凌晨1点多，连2点都不到，好家伙，已经有人在喝了。看这个标价，这个菜单啊，低调又奢华，小碗8块，大碗12。实际上它这个没有上限，你要多少就是根据肉的多少，比如要个30的，甚至要个50就行。但是大多数人就是个什么12块钱、15块钱、20块钱。哎呀，你听这真是晚上，这是啥蛐蛐啊、蝈蝈都在这叫着。这些所有的配料，这牛肉呀，这个是千张的豆皮儿、粉丝、绿豆饼，然后那个应该是面皮儿，咱一会儿都来一点。这个店啊。它不是只卖晚上，人家是晚上2点钟营业，现在是1点多嘛，2点钟开始卖，然后一直卖到早上的9点多钟。为啥啊？他要卖晚上呢？那很多人不理解，说啊这晚上谁吃呢？我跟你说，那你上班是996是吧？人家有的人上班，比如说是一大早卖菜的，什么农贸市场要进货的这些人啊，还有就是说上了夜班，然后现在刚下班要喝的这些人，就这些人的工作呢，刚好就适合来这样的店。还有呢，就像阿星这种的，哎，咱要喝个头汤。我看很多卖这个淮南牛肉汤的店啊，尤其是老店啊，人家都有一个这个板子，我感觉这板子都熏入味儿了。为啥放个板子呢？就放一些这锅碗瓢盆啊，这汤勺啊啥的，太香了。
这才是一碗正宗的淮南牛肉汤，20块钱的，这属于豪华配了，搁了很多肉。那他家呢，本来这个肉量就比别家大，好像我要了20啊，这肉太多了。葱花香菜，你看这个是肉，然后这些呢就是牛杂，各种各样的牛杂。这个是面皮儿啊，面皮有点像这个面一样，像刀削面似的。这个就是千张，就豆腐皮儿啊，切的这种豆腐丝儿。然后这还有豆饼，这豆饼是当地的特色，是绿豆做的，你看这颜色是绿绿的，底下全是粉丝。我要的这个粉丝稍微少一点，正常还是挺多的。先给它拌一拌，把香菜、葱花拌下去。哦，你看底下这些肉，哎呀，让所有的牛肉面，不管是哪儿的牛肉面都汗颜。20块钱哪有那么多肉？先喝口汤。哇，味道好浓啊！就是咱正常吃的牛肉面那个味道，乘以2倍或者3倍这么浓，而且呢盐也很多，很咸。如果是清汤寡水的，这个粉条肯定没啥滋味。别看这个辣油颜色不是很深啊，但是相当的辣。里头的这个精华就是这个千张。这个千张的口感啊，就吃起来就是软软的，入口这个口感特别棒。因为这么软啊，它就很吸汤汁儿。看这么多的肉，咱来一口纯肉的感觉一下，蘸点这汤汁。哇，这一口肉啊，太满足了。它这个肉是提前炖好的，很有味儿。你看，因为里头料很多，这个汤一下就吸完了。好在人家能加汤啊！啊，太稠了吧？我给你兑点汤来。我这个料有点多，再兑点汤。搁点辣油哈。这汤太浓了，重油辣油啊，来点辣油。这用的什么辣子这么香？就是新一代。啊，新一代是个辣椒的一个品种啊。哎，这才好看。牛肉汤，那还得加汤，一加的这个颜值就不一样了。喝这个淮南牛肉汤呢，一定要配饼子啊，千万不要觉得，哎，这不就是烩菜吗？人家其实是汤配饼喝的。这个饼就是白面饼，有的家呢会有那种油酥饼。我觉得这个饼啊，要撕碎了泡在里面，这人家现烙出来的，你看这种饼。太棒了，把这个饼要使劲往里按，哎，要给它淹死啊，淹死死的。哎呀，这淹死的才香。哇，真的很像泡馍感觉。牛肉泡馍。除了泡馍呢，本身它里头有这个圆圆 QQ 的这个豆饼，最好吃的还是里头这肉，这牛肠。说到这个淮南牛肉汤，在全国各地啊，尤其这几年啊，就很多地方都有了，有点这种取代这个4大快餐啊，你看这兰州牛肉面，什么沙县大酒店啊，这黄焖鸡米饭，还有这个龙江猪脚饭，有取代这个第4名黄焖鸡米饭的这个趋势啊，现在就是属于新的4大快餐，那很多地方就有。然后讲一下这个历史啊，那很多人觉得，哎，是不是和什么淮南王刘安有关系啊？还有人说和赵匡胤有关系啊？其实这都是瞎掰啊。好像在淮南呢，但凡吃点美食啊，都要和赵匡胤还有刘安扯上关系，这历史名人。然后呢，你像旁边这个凤阳啊，有啥美食啊，就说是啊跟朱元璋有关系。我觉得全国来讲的话，各种美食啊，顶流就是慈禧还有乾隆。好家伙，这什么美食啊？这俩人好像都尝过。这乾隆就说了，鲁迅说的对。其实呢，这个真实的历史啊，是诞生在60、70年代。那古代的时候啊，你别说喝牛肉汤了，古代有的时候比较严的，就是杀牛都不能杀，因为这耕牛呢相当的重要啊。60、70年代，因为淮南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回族朋友，这些回民呢来到一个地方啊，很多就是以这种烹饪牛羊肉
为生，就比如说开个饭馆之类的。这个汤呢，就在回族朋友啊诞生了。诞生以后，但是发扬光大呢，是和这个当地的煤矿业有关系。因为很多这个煤矿工人啊下地干活，对吧？下井干活啊，上来很辛苦很累，就喝点这个又辣然后又热，这浑身一发汗啊，这促进血液循环，特别的舒服。而且呢，再配点这个碳水啊，又能吃饱，非常的棒。吃这个东西让我想到就是喝白酒。为啥现在好多年轻的小朋友就不喝白酒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你上了年龄这些人是吧？以前他重体力啊，你重体力活啊，肌肉得不到放松啊，你喝点白酒一下子就促进血液循环了，就跟喝这个是一个道理。然后煤矿上来以后啊，喝这个一发汗特别舒服。比如说你现在啊在办公室吹着空调啊上着班，你肯定是喝不了白酒，是不是？你下地干活干上半个月，拿个锄头，你喝半斤啊绝对没问题。你这里头为啥跟大杂烩一样？就是因为啊，说实话来讲，这个东西啊，以前其实就是这下力的，这重体力活吃的东西。但是演变到现在呢，就是一个美食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啊，搭配在一块儿就特别的协调。你看着挺乱的，其实各有各的滋味。比方说这周围啊，就有很多有矿井，这个地方有谢一矿，然后这个蔡家岗井呢也在这周围。现在都没落了，以前的时候人非常的多。咱吃了泡馍，我还想吃，这还有鸭子。你看我刚才说了吧，就卖什么农副产品的、食品的、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鱼的这些啊。人家早上人家早早起来要干活，在这一吃就干活了。这个饼能撕开，可以加肉。我最爱吃就是牛肠，这里头刚好牛肠这么多。哎呀，你看这会吃不会吃？哇，一定要蘸这个汤汁。八公山下淝水流，寿春城上楚风吹。我现在就来到了淮南市的寿县，古称是寿春啊，也叫寿春古城。寿春古城呢，它是楚国的都城，但是咱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啊，包括这个城楼是宋朝所建，也很有历史，900多年。站到这儿呢，这个风景太美了。你看远方啊，是八公山，这儿呢是淝水河，这也是著名的古战场。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。那讲到淝水之战，让我想到这个寿县古县城呢，也被称作中国成语的活化石。那很多成语的这个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儿。比如说这场战役淝水之战，头边断流，草木皆兵，风声鹤唳，这3个成语呢，都和淝水之战有关系。这个淝水之战啊，讲的就是东晋以少胜多，赢了前秦。前秦啊，当时可能是几十万，然后东晋呢是不到10万。然后这个苻坚啊，就是个秦王啊，非常自大，
就说了一句这个投鞭断流，啥意思呢？哎，咱们啊人多势众，打这场战役太简单了，轻轻松松就把东晋打败。为啥呢？你看咱这些士兵，这骑马的这个鞭子扔在这个淝水河里头，都可以阻其断流，这叫投鞭断流。结果因为太自信、太狂妄自大，那一上来第一场战役啊就吃了败仗。人家这个东晋呢是以少胜多，大胜前秦这队伍。前秦这秦王一下就慌了，这苻坚就说不可能，这肯定有诈，就站在这个城墙上，我估计就站这个位置，往远处眺望，然后看看，可能是那天啊这光线不太好，天是阴天，哎，你看这山上这八公山上全是士兵。他把这一草一木，这风一吹一动，像个人影一样，就当成士兵了。这叫草木皆兵，太紧张，看着一草一木都是兵。后来呢，又有风声鹤唳这个成语了，因为前秦呢全面的溃败，很多士兵啊丢盔卸甲往后方逃去，逃的时候啊就慌不择路，这听见风声，还有这个河两边啊有这个鹤这个叫声啊，一听这个更紧张了啊！你看这东晋的部队追上来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这叫风声鹤唳。还有选拔的葱、豆角子、南瓜，还有咸鸭的、烤鸭的，养鸡场的新鲜鸡蛋，还有散养的土鸡蛋，还有选拔的葱、豆角子、南瓜，还有咸鸭的、烤鸭的。我现在来到古城里的一条小巷，叫做流毒祠巷，这就牵扯出来另外一个成语，叫石苗流毒。这个石苗呢是历史上的大清官，他曾经呢在这当过官。那上任的时候呢，他从老家牵了一个大黄牛，这个母牛啊。上任期间，这个黄牛呢在这生了一个小牛犊啊，就这个犊啊。卸任的时候临走，他就把这个老黄牛，这个大黄牛啊牵回老家了。但是这个小牛犊呢就留在了这儿，为啥呢？当地的这个百姓也不理解啊，就问他。他就说，因为这个小牛犊是在这儿成长的啊，吃的是这儿的草，喝的是这儿的水，属于这个县城的财产，所以说呢，我就留给乡亲们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人群中蹦出一个老汉，就说：“哎，那你这个大黄牛吃的我们这草，喝的我们这水更多。”石苗大腿一拍，我放你娘！不是，这个大牛是我在老家养大的时候，这是我的财产，我得带走。那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很清廉呢，就修了一个石公祠。那为啥我要来这个小巷呢？因为从这儿拐过去有一个美食值得一试。哦，绿豆圆，哎呦，这一碗多少钱，大姐？碗有多有少的，你看上面啊，有多有少的。对，大中小10块、7块、5块，给我来个10块的。炸的绿豆丸子，素丸子是吧？这是猪肉做的。哦，这还有饼。对。哦，这饼怎么卖的？烧饼。吃是少收。少收5毛钱。哦，在这吃还少收5毛钱。对对。那肯定在这吃。老主要吃的都是这样的。哦。另外你要吃2个呢，你吃另外不2个吃了过了嘛，你另外再拿就是1.5块一个了。哦。吃一个，哎对，只要一带走就加5毛钱。对，有盐。给我，这都一个馅儿的。对。啊，这是什么馅儿的？这葱花嫩姜。啊。吃还要不要来着？不要来呀。不要。吃还不要。那我这几十年我不就这件肉不就跟你后头再学来吗？我后学了这个，连我后学了也把它炒了，是吧？11岁。是纯绿豆的，我这做的。绿豆。哎对。然后还有虾米。我们叫绿豆，哎，虾米的，马虾，他们叫马虾。叫马虾。马虾。这么多东西。对。我们现在下午炸。我还以为就是拿绿豆弄的嘞，里面还有好多调料是吧？调料还有。哦。知道嘞。货真价实，我一看这个虾我就知道货真价实。对。你看，干了。哦。还要把这个切碎放进去。对，现在。哎呦。佐料。姜、葱。葱。看就原来熬碎了，
时间一长嘛。哦，就跟那个熬牛骨汤一样。哎，对了，就这个汤的味道反而是拿原子来调。对了。哦，这个意思。是这样的。到人家的后厨一看才知道，我以为就是这个绿豆面炸的，没想到里头这么多的调料，香菜、蒜，然后辣椒，然后就是绿豆圆。这个汤呢，刚才这个大叔讲，这个汤全是拿这个绿豆圆调出来的这个味道。这个汤我想的很清淡的，其实还挺重，有一点点这种卤汤的味道。再来个这圆子，一吃呢里头就是绿豆面的味儿，然后呢就是这个虾干这个味儿。哇，这汤挺浓的。为啥这个汤的味道很咸很浓呢？就是要配这个饼子吃。这个饼子啊，能吃出来是这种老面发酵的感觉，很筋道，里头有一些辣椒，然后有姜味儿，还有葱味儿。10块钱，你看多少丸子？我记个猪肉，这是牛肉粉丝，这是好一点的牛，12块钱一碗。都有多少钱？这是好一点的12。像这种是12起步到30的，跟这种哦，12到30都有。这种是8块到20，哦，随便你吃。任由搭配。对，那随便你吃。给我来个15的能搭配吗？可以啊，你搭配什么？搭配这个跟肉在一起。行，来点这个。来个豆腐脑和这个2餐的这个。你就不说别的，你就看这个担子。好家伙，这就是以前的老物件，还有那个放豆腐脑的桶。哪个都60几十年了，知道吧？我就看这个担子有几十年了。对。还有这个桶，这以前是挑着卖的。对。哎呦，厉害！我这个多放点辣椒。啊。看着辣的挺好。哎，你去哪我了？你叫来我这边，我来再弄给你。别说。这个肉是什么肉？牛头肉。牛头肉。全是牛头肉。哦，全都是牛头肉。吃完之后你就要给他要啊。这2碗盛了碗呢。好的一会儿。他长得我也可以了。我这都拿下来。拿几个碗出来。这碗豆腐脑加牛肉粉丝就好了。看这凳子，太小了。先别吃啊，我看大家都搭配一个，就本地叫狮子头。这个是狮子头是吧？对。多少钱一个1块5。1块5一个，给我来一个。这样来加个酱。这个啥辣椒酱？对，一点蒜。哦，给我加一点。你们当地这个叫狮子头。对。实际上是个花卷。哦。行，好嘞。不了了哈。现存微信收款1.50元。
热的石头香旋炸的。这狮子头太有意思了，一个花卷儿。这一碗豆腐脑呢，非常的袖珍。你看我的手，虽然很袖珍呢，但是内有乾坤啊。底下是豆腐脑，上面是牛肉粉丝，大量的香菜，稍微搅一搅，看看底下的滑嫩的豆腐脑。一勺子下去，有豆腐脑，有粉丝，还有这个牛肉。好吃。主要这个辣椒棒，赶紧把这个辣椒拌开。这家调料呢也是秘制级的，这个辣椒又辣又爽口，还加了一些酱汁在里头。再尝这个狮子头，这第一次吃狮子头是个花卷，外头是酥酥脆脆的，听这个声音，然后里头呢加了很多秘制的辣椒酱。这一大早吃这油炸物太上头了，很香很香。辣椒也好吃。哇，这个狮子头太酥了。大救驾寿县的一个属于伴手礼美食，一种点心，来尝尝。我买点大救驾，老传统的五香牛肉五仁的，好多馅儿。这个老传统是什么馅儿的？老传统是芝麻料的。芝麻是吧？哎，给我来2个老传统，再来2个五仁的。好的。这个是现做的是吧？对。行，尝尝现做的。看起来呢，像一个油炸的馅儿饼一样。看这个皮啊，很酥，油非常的大，油汪汪的，里头是青红丝、糖、黑芝麻，还有这个瓜子仁，有点这种老式月饼的这种味儿啊。这个油炸的点心为啥叫大救驾呢？就据说啊，人家真的救过皇帝的命啊。当年这个赵匡胤啊，就宋朝的开国皇帝啊，攻打寿春城啊，打了几个月啊，围城而战啊。终于攻下，那攻下以后呢，因为太劳累了，可能是就病倒了，躺到床上啥也吃不下。全军上下呢就急得直跺脚，尤其这厨师啊，做了很多吃的啊，端到跟前儿。赵匡胤一看，哎呀，吃不下，看啥都不好吃啊，拿出手机来啊，不行，我点个外卖吧啊，随便一刷啊，兰州牛肉面啊，沙县大酒店啊，还有什么黄焖鸡米饭啥的，没胃口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把手机放下又想了想，拿起来再一看。啊，好久没吃肯德基了，咱点个肯德基吧。看了看，啊，今天没有优惠券，哎，算了，也就不点了。饿了3天，好家伙，就瘦脱相了啊！啊，大家都急啊，怎么办呢？然后听说这个寿春城里头有一个老汉开了个点心铺，就做这个。当时呢不叫大救驾，可能就是油炸点心之类的吧。就把这个老汉叫过来了，给他做这个点心。做完以后呢，然后他一吃，哎，
这玩意儿好吃啊，又甜又香，吃完以后啊还有疗效，你看啊，一口气儿上5楼，活力四射啊，连学习成绩都增高了啊，好像个头啊当时还长了点啊，反正就是哪儿也不疼了啊。起来以后就说：“老同志，老汉啊，你做的这个点心好，我订购10盒。”老汉一听挺高兴。赵鹏又说了：“啊，那你这店里头有没有优惠券2块回家，不是你不。阿爸那到时间了，阿爸又要讲了。行。老汉心想，我这店，什么老店开业以来哪有个优惠券是吧？正想说我没有优惠券呢，一看啊，旁边的士兵1.8米大汉，把那个宝剑噌拔出来一个缝，阳光一反射，银色的刀刃一下子闪了老汉的眼睛，老汉一晃趔趄，心里想，不行，这么说准得没命。啊，虽然我没有优惠券，但是呢，马上到6·1了，我的店里头推出了儿童套餐，点5个还送1个拨浪鼓哦。我现在就位于八公山脚下，看我背后有个石碑啊，叫豆腐发祥地。那豆腐呢，大家都吃过，发祥地在哪儿？哎，就在这儿，你没想到吧？是谁发明的了？据说是淮南王刘安。这个刘安呢是刘邦的孙子。那这个人很厉害，著有《淮南子》，他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那平时啊就爱研究什么天文地理，有的没的。突然有一天呢，就想啊，我要炼丹啊，研究这个炼丹，我要成仙，就聚集了。民间的8个，就咱现在话说就是民科啊，8个是野路子大神啊。这个8个人呢聚到一块儿叫八公。为啥这个山叫八公山呢？就在这个山上8个人炼丹。你想这炼丹啊，这是一个大炉子是吧？咱也不知道没练过，反正就是有的没的都往里放，能吃的不能吃的啊。这儿搁个老母鸡没下过蛋的啊，这儿就是来瓢凉水是吧？啊，抓把土啊，扔个花盆进去是吧？啊，其中八公有一个说，你这袜子破了个洞，反正也不要了，退下来，啪往里一扔，啊，火加大就炼。结果呢？什么都往里扔啊，什么鹤顶红啊，是吧？反正就是砒霜啥，咱也不知道。最后啊，把这个豆腐搞出来，为啥呢？豆腐你看刚开始是豆浆，然后石膏进去或者卤水进去，偶然形成了。这里头就是淮南王的墓。现在大家能吃上鲜美的豆腐，都要感谢刘安。正在看视频的你啊，离这太远了，来不了是吧？你也感谢不了。那阿星就在这儿啊，替你感谢了啊！感谢大神发明豆腐啊，经济实惠又美味啊！后来还有豆腐皮呢，你都没吃过是吧？中国豆腐村，以前的时候，这里头所有的人啊都以做豆腐为生。那现在周围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豆腐厂，这小到5岁的孩子啊都会吆喝啊，从小就是磨剪子嘞，抢子，不是啊，是豆腐需要豆腐排1号链接嘞，就这大概就这意思啊。问一下人。就走那西头，走那个北侧那个下边也到，北侧那有个。我都是我讲下去那条路上。那就走这个荒道路，到那个北侧那个就得下边。你走那个路对那走，对那下你就看到了，到头就看到了，嘎。好，没事的。谢谢奶奶。没事的，走那对西去。哎，好。奶奶给指了个路，从这儿下去。说有一口泉水叫玛瑙泉，当地的豆腐为啥好吃？就这个村子里做的豆腐，就是因为这个泉水。这里就是玛瑙泉，它这个泉眼呢是个方形的。其实，在八公山脚下有很多这个泉眼，就泉水资源特别的丰富。跳到水把那黄豆拔下了，水黄豆泡着了。在八公山脚下呢，有很多餐厅啊，可以品尝豆腐宴。我找到一家，有点像农家乐啊。这可真是豆腐宴啊！你看豆腐菜这么多，豆腐菜，没想到豆腐能做出这么多花样。
咱点个这个刘安点单，一份48，再点这个太极豆腐羹28元一份。我看一下对面桌子点了一个白玉豆腐饺48元，把饺子能做成豆腐啊，把豆腐能做成饺子。好，菜上齐，尝尝这个，这属于小型的豆腐宴啊，5道菜，太极豆腐羹，这个呢是白玉饺，刘安点单啊，刘安发明的豆腐啊，这就是一块豆腐，一会儿咱浇点这个汁，然后吃。荔枝豆腐，那做的真像个荔枝啊。最后那一个小羹呢是菊花羹，豆腐切成这种菊花的样子，非常的漂亮，你看像不像菊花？闻着像鸡汤。哇，汤头不错。鲜咸味儿，又咸又鲜。再尝尝这个豆腐丝儿，哎呦，豆腐太嫩了是不能夹，还得上勺子。好，这豆腐特别的香。再尝这个荔枝，哎呀，我就好奇这咋做的，真漂亮。上面插了薄荷，里头是豆腐。这个粒粒是啥呢？这个粒粒有讲究啊，是珍珠米。把这个薄荷拔下来放到汤里头，里头就是个豆腐圆子，然后外面沾上这个炸的米，但是呢它调过味的，有盐，有一些葱花，这一看就能看出来外酥里嫩，好吃。啊，这个米咬起来还脆脆的，咯吱咯吱的。我以为这个豆腐宴是形式大于味道，但是我吃下来觉得还是好吃的，这丸子好吃。再尝这个豆腐饺子，这可不能上筷子夹，这一夹就烂了。先给它翻开看看里边的馅儿，你看一翻就烂，肉馅了。哎呦，太嫩了，上勺子都费劲啊！看这个样子啊，其实就是一个圆的薄片豆腐，然后里头加点馅儿，这样折过来。这个个头还挺大，感觉像东北大饺，必须上勺子。这回咱吃个完整的，哎呀，看里头这个馅儿是猪肉大葱的，味道也很棒。再转一转，跟一个人吃席似的。上面结了一个油豆皮儿，先把这个油豆皮儿，哇，调上来。哎呀，烂掉了，太薄了。哇，怪不得都说这个油豆皮啊才是豆中的精华，特别的香。煎完之后底下就豆腐脑儿，看这个咚咚咚的感觉。最后再来点这个酱油汁，这就是拼凑成了一小碗豆腐脑儿。这卤子有点咸了，你看这心太急。再加一点，这都不想破坏这个美感，那给这儿来一点，好黏呀！然后给这儿再来一勺子。这个绿的应该是加了菠菜在里头。喝起来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西湖牛肉羹，但是没有牛肉。你看豆腐这个食材啊，它就能做好多的菜，为啥？因为它本身啊没有特别重的味道，然后你可以附加它很多味道，然后呢，它注定是个很清淡的食材啊，可以说这就是养生套餐，不错不错。我觉得这些菜啊是又好看又好吃，说实话。但是我看这些服务员，小伙子大姐啊，这有啥吃的？来，成天吃豆腐，豆腐有啥吃的？